可是我觉得它弄在脸上，它跟皮肤的融合效果还不错。如果你在找画起来超级自然的修容的话，Missha 这个真的不要错过，这一批值真的很高。刷具呢本身的质感也好，握感也好，然后外加是它的刷毛，真的非常的舒服。请去大创找这个形状的刮痧吧。Hello， 我是虚灵六。今天跟大家分享主题呢，就是爱用品。那其实每2个月的爱用品呢，应该也算是陆陆续续就是拍了几集了吧。那如果你对之前的爱用品有兴趣的话呢，记得也要点这影片来回顾一下，可以看一下哦。那今天的影片呢，日常用品、彩妆品跟保养品。那如果你对这类型的主题有兴趣的话，就马上看下去吧。首先分享第一样产品呢，就是修容饼。那这个修容饼呢是 Missha 的。我当初会买这个修容饼呢，是看寇瑞介绍，它这个色号在网络上有些是写数字，然后有些是会替它取中文名称，那我都会把它打在下面，大家可以去搜寻。那我先说为什么要推这款修容饼，就是如果你在找一款修容起来不会被人家发现的修容饼的话，这颜色打在脸上没什么感觉吧？对，就是因为它没什么太大的感觉，所以它打起来才非常的自然。像我今天就是有用它做修容，关于下颚啊跟鼻子这一块修容，给你们看它的颜色有多自然。你看我沾很多哦，我画在这里，有没有感觉就像没有一样哎？你还是可以看得到它有一点点颜色，但是它不是那种非常深的。我再沾多一点，对，它非常的自然。你们看起来好像没有颜色，这很正常，但是它会让你的脸有自然阴影的那一种。如果你的皮肤没有很黑，是中间肤色或是偏白的话，我觉得这一款用在脸上，你会觉得真的很自然，这修容画起来超好看的。跟大家介绍我之前修容盘的颜色，我之前是用赛上的修容盘，它的颜色就是比较偏红。它就会很明显的，你看这红色在这里，所以这样修容的话，你的脸的交界线就变得很明显。所以我之前修容画这样被人家发现，因为像我之前有时候脸比较水肿的时候，我会稍微修容。那有一次呢，就是修容出去，跟常静仁先生出去，他就跟我说我的脸就是很明显，就是有2节，这就有1节一坨颜色，修容的颜色在这里。我觉得超尴尬，真的超尴尬。我在阳光下另外拍摄给你们看，我把棚灯切掉，另外再涂上面的颜色就是 Missha 的，下面的红色就是我原本旧的修容颜色。可以看到2个颜色其实差非常的多哦。刚才在灯光下看起来比较没那么明显，我在自然光下我有涂了非常多，把颜色涂得很厚，看得比较明显一点点。可以看到上面 Missha 的颜色很明显就是比较自然。我先说这不是淤青的颜色哦。那今天分享的 Missha 这一块呢，就是比较偏灰色调，就是修容在脸上真的超级自然的这一款，真的必买。它的价格也是很平价，100元就买得到了，100-200左右吧。就是它的售价我觉得也很可爱，粉质我是觉得还不错。它虽然在用刷子刷的时候会稍微有点飞粉，可是我觉得它弄在脸上，它跟皮肤的融合，我是觉得效果还不错，不会感觉特别突兀，就是会感觉是你脸上自然的阴影。所以这一款修容饼呢，我非常推荐。如果你在找画起来超级自然的修容的话，Missha 这个真的不要错过。买了以后我完全没有后悔。反而是有一种觉得我怎么这么晚才认识到这一块的感觉，这一块我超推哦，好用。那再来第2个产品呢，就是 Innisfree 的这一款泥火山面膜之类的，就是长这个样子。它是个组合，它就是个泥火山面膜，然后加一个化妆水给我。那你们看化妆水这么多，你们会觉得我好像没有用过几次。其实我面膜已经用过蛮多次了，只是每次我面膜用完以后，我就忘记用它的化妆水。我就是很习惯拿自己的保养品这样，所以导致它化妆水还剩很多。那我先说这一款泥火山面膜，我还蛮喜欢它一点是，今年的夏天不是非常热吗？就是脸会一直容易出油，然后毛孔会粗大。
就脸的皮肤状况其实不是很好。那时候我就是有使用它，就真的1个礼拜我大概都用个2次，然后每次弄完的感觉，我都会觉得我的皮肤超级舒服的。因为它这一款就是强调它就是可以代谢角质啊，它也会带走你的脸上多余的油分。因为像我这个混合肌偏油，我觉得我用它就蛮有感觉的。但是我去专柜的时候，那个小姐是跟我说，第1次我是可以敷全脸，第2次敷的时候，你就是可以针对局部，就是你的脸上需要代谢跟比较容易出油的地方去做就好了。那我是觉得这一款我目前弄完的感觉，我是真的还蛮喜欢的。那最近是因为已经开始慢慢要秋天了嘛，今天拍影片的时间是9月底。上片的时候应该已经10月了，那就是已经差不多要入秋了。那秋天的时候适不适合用它，我是不太清楚。不过我可以确定是我在10月之前的月份呢，我用它的时候，我是觉得还蛮适合我的皮肤的。因为我是买来以后有陆陆续续用了一段时间，直到现在来分享给你们。因为我想要先用一段时间，我觉得好用再跟你们说。那我目前真的是用完以后，每一次用完都觉得真的皮肤很舒服，所以我觉得在今天的爱用分享，我一定要把它讲出来，不然再不讲的话，等到冬天就更晚了。Innisfree 的泥火山面膜，我觉得好用。如果你是油肌的女生，混合肌偏油的女生，你们可以试试看这一款哦。那接下来呢，就是大创的刮痧棒，请去大创找这个形状的刮痧棒，这个形状哦。那大创我之前有买过它其他形状刮痧棒，我觉得我用了以后，我觉得只有这刮痧棒是我买来我觉得超好用，完全不后悔。首先呢，就是你们可以看它的形状，尖尖的，这边也是有3个尖尖的，然后这个斜切面这样子。先讲握感就好，它的握感就蛮好握的，因为有些刮痧棒的形状就是你拿完太长还是什么，它这个大小我觉得用在我的手上是完全刚好的。然后呢，再一点就是它的这个形状跟我的脸超级合。你看它这个形状哦，你看它的这样子放下来，是跟我的下颚线就是超级搭。擦保养品的时候，我会这样子带它，就会非常的舒服，就感觉我下面这里啊一直在做按摩去刮它。弄完以后呢，顺便带到脖子，然后往下压。然后它尾端这个勾勾呢，我就用在鼻子这里。早上水肿的时候，眼睛这块都会泡泡的，然后我就用这样去刮，或者就是用这边的3个其中1面去这样刮也可以。法令纹在这边附近也是会有穴道，就会这样子按压它，然后这样稍微推。反正我就觉得它这一块，它跟脸的形状、跟下巴的形状都是超级合。目前去大创买到这一块刮痧棒是我超级喜欢的，就买到现在都完全没有后悔。因为之前我真的有买过几个，就是形状的握感跟使用上的感觉，我觉得就是没有到很好用，动不动就会水肿的人，你们真的可以买一个刮痧棒，平常就在上保养品的时候可以稍微用它。而且大创这个也很便宜啊，好像才49块而已吧。我就去大创这个真的也是必买，很值得入手，一定要找这个形状的哦。要这个形状的。再来下一个就是曼秀雷敦的痘痘贴。我之前的爱用品分享，我印象中我有分享过一款，就是韩国的痘痘贴。那我是觉得这一款呢，台制的曼秀雷敦，我觉得也很好用。它的薄度呢0.02mm，这个包装打开来的时候，里面呢竟然会有夹子。那这个夹子呢，我看起来是觉得它跟隐形眼镜夹子很像，只是前面少了那个塑胶套。因为我以前用痘痘贴是从来没用过夹子的，都是用手直接这边抠它这样子。那我后来发现，其实有夹子真的比较好欸。用夹子去夹那个痘痘贴的时候，那个痘痘贴夹出来的状态会比较完整，不会像我这样用手去抠它，有时候那个痘痘贴就是会有点被掀起来啊等等的那些状况。直接用给你们看哦，轻轻弄，你看它就可以撕起来了欸，有没有很轻松？那我再把它放回去，你看它几乎没有什么痕迹耶。因为像一般我们用手去抠它，它这边就会有折痕，可是用夹子完全不会有。所以如果你家有隐形眼镜的包装盒，里面有这个夹子的话，不要丢，你可以把前面塑料套拔起来，拿来夹你的痘痘贴，这样夹起来你会比用手卫生，然后外加它的形状也不会跑掉。那我会蛮喜欢曼秀雷敦这款痘痘贴。另外一点就是，我觉得它很适合素颜使用。我先说它化妆不太适合用，化妆用它，我个人觉得存在感蛮明显的。
但是你素颜用它的话，我是觉得还好。最近就是生理期，下巴会长痘痘的话，我觉得用它来粘下巴，也不会因为讲话它就很容易整个掀开来这样子。它还是稍微会有一点点掀，一定都还是稍微会有一点点，但是不是到整块掉下来这样子。反正就整体表现，我是觉得还不错。又在脸上，吸附组织液的效果也算表现得蛮好的。所以呢，我就想跟大家分享，也是我最近买来我觉得还蛮好用的痘痘贴。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刷具Solon这一支，首先就是它 CP 值真的很高。刷具呢本身的质感也好，握感也好，然后外加就是它的刷毛真的非常的舒服。它真的就是我觉得也是有点相见恨晚的感觉，我到现在才知道要买它，真的就是很舒服。它在脸上的感觉，你可以看到它的毛就是很弹，而且完全不刺哦。它的毛完全不刺，像我这样去弄那个蜜粉，弄完以后，我在脸上这样子滚，我会觉得脸上的妆就是还蛮服帖的。因为我之前有买过一些开价的蜜粉刷，它就是刷毛，你可能用在脸上，不管是这样弄啊，还是这样弄，就会觉得那个刷毛会有点刺刺的。可是这个刷毛是完全不会。就如果你是想要用蜜粉，或者是你想做那种高光修容，甚至是那种腮红的话，我觉得这支火苗刷我个人还蛮推的。很多美妆店它都会放食品可以让你去触摸，我之前好像在康士美有看到，就是它有直接把一系列放在外面，你可以去摸它的毛，去感受它的触感。火苗刷的大小跟它整个使用下来的感觉我都很喜欢。就如果你在找平价刷具的话，这一支真的好用。好了，那以上就是我这2个月我的爱用品，在这边分享给你们。不知道哪一样爱用品是你也有买，你也超爱的，欢迎都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哦。那影片最后呢，记得按个喜欢，把影片分享出去，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支影片见喽，拜拜。